一只就有500克的巨型河虾，不知道大家是否想吃？解剖开来的罗氏虾不仅有满满雪白的虾肉，而且黄色的虾黄也是非常诱人。就算是细长的虾钳，也能做出一道炭烤美味食材。只有用传统烤制的方式，才能让罗氏虾保留原汁原味的口感。当然，各种海鲜食材也会在这里出现。在泰国的夜市里，这里人来人往，店铺里的老板正在忙碌着今天的生意。为了能让售卖的食材保持新鲜，他们会在桌上放上大量的碎冰块。同时把碎冰块给压平压实，只有这样才能让各种海鲜食材平整的放在桌面，同时也防止碎冰块快速的融化。首先要摆放食材的是巨型河虾，这种巨型河虾也叫罗氏爪虾、沼泽蓝虾或者叫淡水长臂大虾，也可以直接成为泰国虾。老板会按顺序将罗氏爪虾摆放起来，每一只罗氏爪虾的体型都相差无几，触须比细长的虾钳还要长，虾货的体重基本上在1斤左右。一只就有500克，在泰国这里已经不足为奇。罗氏虾不仅轮廓分明，而且颜色也是非常的诱人。为了能让食客快速的挑选，老板会将罗氏虾摆放在最明显的位置，色泽鲜明的虾货非常的诱人，经不住诱惑的食客都会被虾身馋出口水，自然会挑选几只来尝尝味道。很多食客都会被它硕大的虾身吸引住，虾身的肤色还会透露出一丝神秘的诱惑。就单单虾钳和触须的颜色就能让你直流口水，从头仔细看能让你看清罗氏虾的大概轮廓。试问还有谁能抵挡得住它的诱惑？虾身的颜色已经让你无法抵挡，更不要说它与生俱来的肉质细腻肥美多汁，只需要品尝一次就能让你终身难忘，陶醉其中。连老板也情不自禁地拿起虾货进行炫耀。当然，除了罗氏虾这种河鲜，还有其他海鲜食材。巴掌大的生蚝也是售卖的对象，颜色鲜艳的花螺也会摆在罗氏虾的旁边作为点缀。毕竟单一的食材是无法让食客满足自己的味蕾。30年前没人吃的花螺，现如今已经成为餐桌上一道顶级的食材。花螺身上的颜色和纹路也是非常的诱人。在泰国的夜晚，漫步于热闹的夜市，经不住诱惑的食客挑选了3只超大的罗氏虾，重量直接达到了1.64公斤，平均一只都超过1斤。当然，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1公斤就要1400泰铢，相当于143元1斤。经食客挑选的罗氏虾，老板都会进行处理，事先用剪刀将罗氏虾细长的虾钳剪下来，紧接着处理10几只细小的虾足和虾须，触须和前螯也要剪掉。当然，这些肢体不仅没有肉，而且还会扎口。处理好肢体后，就开始从中间解剖开来。为了快速进行处理，也会号召工人过来帮忙。处理的步骤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从中间解剖开来，也是为了在烧烤中能让罗氏虾快速的烤熟。接着用刀子将虾身一分为2，打开虾身的一瞬间，雪白的肉质足以让人食欲大增，更不要说虾黄了，直接就能让你垂涎3尺。只要你吃上1只，就会有继续吃上第2只的冲动。所以食客一下点了3只，雪白的虾肉轮廓也是非常的分明。打开虾身的时候，也会处理里面的内脏，虾线也要拔除，还要用清水进行清洗。当然，细长的前螯也是极其美味的，将没有肉的部分剪掉，剩下的3节便是食客的美味食材。颜色鲜明，蓝中有黄，里面的肉质自然不会差。老板会将解剖好的虾货按顺序的摆放烤架上，还有各种海鲜食材也会在烤架上炙烤。只有烤制的方式才能保留罗氏虾原汁原味的口感。处理过的前螯也会放到烤架上进行烧烤，在高温的炙烤下，蓝色的外壳很快被烤成红色。在烧烤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进行翻烤，以达到受热均匀的效果。被火焰炙烤的前螯，谁能抵挡住它的诱惑？高温的炙烤会让里面的肉质从出口处溢散开来，嚼劲十足，味道鲜美的鱿鱼也是食客挑选的对象。这里的美味食材让你大饱口福。为了能让罗氏虾保留原汁原味的口感，老板不会在上面放任何调料。在高温的炙烤下产生的美拉德反应会让虾肉变得更加鲜美有嚼劲，烤肉的香味也是这种反应产生。经过炙烤的虾黄也易露出诱人的色泽。巴掌大的生蚝，食客自然不会错过，老板也会现开现烤，这样烤出来生蚝鲜味才不会减少。在上面涂上一层酱汁，能去除生蚝的腥味，灵魂酱汁能让生蚝的鲜味更上一层。同时撒上葱花作为点缀，经过炙烤的前螯散发出通红色诱人的色泽，鲜美的汤汁也开始溢露出来。用刀子在鱿鱼身上划出一道道口子，让有嚼劲的鱿鱼受热更加均匀。生蚝只有在炙热的烤枪下才能滚烫起来。为了让上方的虾肉受热均匀，只能在上面盖上盖子。经过20分钟的烧烤，罗氏虾终于可以出炉，一个盘子对应1只。这一道罗氏虾价值143元。大家觉得这样一道菜值这个价格吗？还有配菜和酱料的配送，当然你有钱就不会在意这价格。工资收入不高的我，1个月能吃上1、2次是没问题的。这里的罗氏虾1斤就有500克，不知道你想吃几只？
捕鱼摸虾库里拉正在帮助一条从深海捕捉到手的东星斑放弃降压，从而防止海鲜躺平失去原有的价值。但一些不值几个钱的鱼货二话不说便直接刺破鱼鳔，让其直接躺平。绑上来一条鲨鱼对于他们来说也是轻而易举的小事。还有苏梅鱼这种高价值鱼类更是能够轻松捕捉到手。这般的连续上货海鲜已然成了移动钱包，被渔民捡上渔船，让库里拉他们轻松步入到发家致富的快车道上。鱼钩上早已挂满了新鲜的大块鱼肉，库里拉正在将其快速投放到深达50米以上的海底。只有投放粗壮的鱼绳，才有机会拉起数十斤重的生猛海货，而不至于脱钩。在鱼绳的开头还必须绑上一块浮漂作为标记，而且每相隔一段距离都要拉紧挂满鱼饵的鱼绳，以防止鱼钩之间距离太近影响海鲜咬钩的效果。3公里长的鱼绳需要花费最少1个时辰进行设置，随着鱼绳的尾端绑上另外一块浮漂，才最终完成整个沿绳钓的投放作业。鱼钩上的200多块鱼饵将会完全沉入到海底，等待海鲜前来咬钩。2个小时的等待很快便过去，再回到投放点已经是下午时分。插着黑旗的浮漂在海上非常容易辨认，将其拉上船的那一刻便是收网行动的开始。库里拉快速拉起海底下的100米鱼绳，在另一头则是用于固定沿绳钓位置的石块。此时才正是收起咬钩的海鲜。蔚蓝的海水下，一条鲷鱼正在快速浮出水面，庞大的肉身已经被鱼钩给牢牢地牵制住。然而上天却给了他逃离人间的机会，一个翻滚摆脱了鱼钩，迅速沉入海底，回归大海的怀抱。库里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不过紧接着又顺上来一条没有10斤重也会有个5000克的大鱼。很明显，他没有上一条海鲜那么好的运气。拆下嘴里的鱼钩之后，便直接将其送入到了船舱中存放。运气爆棚的时候，就算是生猛的鲨鱼也要被无情地拉扯上船。可以看到，即使没有鱼钩的加持，依然还是会自投罗网。不过由于鲨鱼的肉质有一股尿骚味，当地渔民并不喜欢这种酸爽的味道，所以毫不意外地便将其放生。最值钱的莫过于刚浮出水面的东星斑，也是此处海域最为常见的鱼类，而且还是当地渔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防止浮出水面的东星斑突然死亡，库里拉需要往肚皮上扎出一个小孔，用于卸掉鱼鳔里面的气压。只有新鲜生猛的海鲜才能够卖出高价。此时光头拉库里继续顶着烈日拉扯着鱼绳上船，可以看到有些鱼钩已经被海鲜给吃掉了诱饵，不过还是有非常高的几率钓上来一条生猛海鲜。这等体型虽然不是很突出，但也还是足以让渔民将其收入船舱。此刻夕阳西下，一条东星斑继续在太阳的照耀下快速浮出水面。库里拉3下5除2便将其从鱼钩上摘除，紧接着鱼绳在快速拉扯下被拉上来的又是一条东星斑。如此这般，就像流水线源源不断地将海鲜从海底拉上水面，还没处理完上一条，下一秒又拉上来另一条，一家老小就这样被拖上了渔船。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一条体型巨大的苏梅鱼，这种鱼的身价极高，甚至比东星斑还要高上一个档次。这也是库里拉他们最期待能够收获到的高价值目标。在拆除巨大的鱼钩之后，没有任何意外，船舱便是他的最后归宿。剩下的鱼绳继续被强力拉起，一条生鱼也随着一股仙气浮出了水面。任何鱼类在他们的眼中都是一沓会移动的钞票，为了赚取这些钞票，他们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将祖先留给他们的钓鱼技术发挥到了淋漓尽致。就算是一条30多斤重的黄鲷鱼也有幸前来咬钩，无奈的只能口吐芬芳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对于库里拉来说，这种鱼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只好放生，继续让它舒服的过完下半生。有些生活在深海的鱼类，由于水压原因，会在浮出水面的瞬间把肚子里的鱼鳔给挤出鱼嘴。此时他已经完全把肉身交代在了库里拉的手上，鱼鳔也被无情的刺破，到最后也只能象征性的反抗一下，并且连续同一类型的海鲜被拉出了水面，它们的命运都是以被鲍鱼鳔的方式结束了余生。然而口含灯泡的海鲜并没有就此结束上船的节奏，依然还是在第一时间失去了身上最贵重的东西。一条以螺旋式快速浮出水面的渔获，体型虽小，但也足够斤两收入船舱。接三连四的不断上货，库里拉也懒得慢慢拔出鱼钩，而是进行了暴力拆解。任何勾住鱼嘴的锋利鱼钩，在他那强有力的手上都能快速被拆解下来。所有海鲜在浮出水面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以躺平的方式上了贼船，而且还能看到一连串鱼获在快速上升时的壮观场面。可以看出，库里拉已经把钓鱼技术发挥到了极致。这般的连续上货，让他们从此进入到了吃香喝辣的土豪生活。然而体型巨大且身价高的东星斑需要保持在鲜活的状态下才能卖出高价，所以第一时间需要将鱼鳔里的压力降低。为了快速放弃拉吸，只能用嘴进行吸气。就在此时，库里拉已跳入水中，抓起最后一条海鲜上船来结束今天的钓鱼作业。1天时间便能够让他们收获满满。